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人老了，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养老。大部分人的传统做法就是靠子女养老，但是两代人生活在一起的矛盾冲突，让很多老人痛苦不堪。有的老人会请保姆照顾自己的晚年，还有人选择去养老院。但是无论哪种养老，都有它的优势劣势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，有些老人也开始考虑不同的方式养老。70多岁的徐阿姨，因为自己的特殊原因，选择了一个其他人从未听说过的方法。徐大妈决定在酒店养老。71岁徐大妈的自述：我今年71岁，在石家庄，以前是公办小学的英语老师。我老伴已经不在几年了，孩子早就结婚成家，俩儿子都忙着工作。我深知现在年轻人压力特别大，他们还要照顾孩子。我自己有退休金，而且也没有什么毛病，所以老伴离世之后，基本都是我自己生活的。一个人的生活就是悠闲自由，无拘无束。我每个月可以领3500的退休金，作为生活费已经足够了。我一直住在老家，虽然是老房子，但是有自己家的小院子。平时我闲着没事就打理一下，种些菜。俩儿子住在市区，有时来看给我，还带一些东西。这样的生活真的很自在。我以前是小学老师，到现在也喜欢拿一些书看，不过我更喜欢玩手机和看电视了，或者和老伙计出去遛弯。那时我并不觉得无聊，反而很享受这样的自由生活。我以为我的晚年生活就是一直这样，平淡而自在，直到最近出现了变化。那天街道办的人到我家，跟我说我们这里计划要拆迁，要签合同，让我提前准备一下搬离。说拆迁有赔偿款，竣工之后还能分到房子。其他人可能一听到老房子要拆迁，高兴都来不及。有新房子住，还有钱拿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但是我却一点也不觉得高兴。这里住了快一辈子，感情上不舍得。而且我认为，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，也不想要什么新房子，安安稳稳地过完余生就可以了。从拆迁完到住上新房子，至少要3年，那我这3年去哪里住呢？我的俩儿子知道老房子要拆迁之后，都很积极的邀请我去他们家里住，说要给我养老。但是我实在不愿意去，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很大，我是知道的，不想再给他们添麻烦。因为我喜欢安静的生活，孩子都住在市区，那里是年轻人多一点。我这么大年纪的人和年轻人的观念不同，相处起来也不容易。孩子家里住久了之后，不免会产生婆媳矛盾，还是不要去自找没趣了。就算我谁家都不去，拆迁的日子还是一天天的逼近。我周围的邻居都搬走了，最熟悉的那几个老伙计也都走了。我知道这是不能一直拖下去，开始有些着急了。最后我2个儿子家都没有去。我们那里收废品的商贩最近可赚大发了，我把家里带不走的家电都当废品卖掉，只带了一些必要的东西，暂时住进酒店了。我的俩儿子知道我住进酒店后，很是诧异。他儿子说：“你这个样子，弄得别人以为我俩把你赶出家来一样。”我就说：“现在先等等，过几天轮流去你们2个家住。”儿子平时是比较听我话的，现一番劝说无果，都识趣的暂时同意了我的想法。我那时确实是不差钱，有老伴留给我的，还有我自己的积蓄，每月能领3500多的退休金。等再过不久，爷爷能领到一大笔拆迁赔偿款，所以住酒店对我来说也没有很大的经济压力。我本来并不想在酒店常住，只是暂时没有做好打算。而在这里住了半个月之后，现在有了新的想法。这个酒店下面就是餐厅，周围也有很多的菜馆，
这样我也不用每天一日三餐亲自动手。这里的家务甚至不用我自己做，房间脏了的话，只要用床头上的那个电话叫服务员来打扫就可以了。这个酒店的房间里，除了没有厨房，其他的家电也是齐全的。每天也有打扫卫生的，脏了打个电话，服务员就来打扫。我突然觉得住在这里好像真的很舒适。我觉得好处主要有这几点。第一点，开销不大，而且比租房过得舒适。在酒店住花费实际上不多，这个酒店长租的话每月不到3000块钱，如果租房子住，租金实际上也要2000，而且还不算水电物业取暖等各种费用，并且在酒店还有人免费打扫卫生，就不用我自己打扫或者花很多钱请钟点工了。这里的服务还是不错的，早上的时候1楼有免费早餐自助，还有饮品，还可以让服务员把饭送上来，饭和晚饭我都是出去吃，吃完之后就在附近的公园转悠一下，或者回酒店看电视玩手机。这样我每天只要花钱吃饭就可以了，这样比在老家住过得更悠闲了。现在在外面吃，花的钱又多，而且可能不卫生，但确实是方便。在这里的坏处就是没有什么认识的人，做什么真的是独来独往了。不过我还是觉得可以接受的，毕竟再忍一忍，3年之后就回去住新房了。第二，与养老院比较，在酒店十分的自由。当时接到办通知我家要拆迁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打听关于养老院的事情。据说在里面人挺多，挺热闹的，但是有很多规章制度，活动也都是集体活动，有时不能随意出去，很不自由。还听到了很多不好的传闻，有素质低的护工虐待老人，吃饭睡觉都是统一管理的，有固定时间，要根据里面的规章制度来。我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，所以我自己生活这么多年都没打算再找老伴。不是因为我喜欢自由自在，我早就去孩子家里住了。在老院里，虽然1日3餐都很健康，但是老人被统一管理的场面，我是不敢想象的。有的护工即使服务态度很差，能忍气吞声，据说一进去就要给他们一些好处，他们以后才会关照你。第三点，住酒店比在子女家里更自在悠闲。我儿子跟我说，你住酒店花的钱也不少，你去我那里住又不花钱，而且一家人在一起多开心，何必既花钱又孤零零的呢？如今2个儿子都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，住在他们家里始终感觉不方便。虽然可以每天见到孙子孙女，但我避免不了操劳。到时候由于儿媳工作的原因，送孩子上下学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家务，肯定是要我来做，不然儿媳肯定不会给我好脸色。关系处理不好的话，日子也是很难过的。我更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。我现在在酒店，既不用早起做早饭，也不用送孩子上学，早上醒了之后看一看几点了，洗漱完，等到楼下餐厅开了，就下去吃早饭，完事回房间里看看电视，看看书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就出去遛弯，看看花花草草，还有车水马龙。平时没事的时候，我就和家人视频聊天。以前有几个同事朋友住的，离这个酒店也不远，我骑着电动车或者溜达着就过去了，然后我们一起散步。或者天气不好，我不想出去的时候，就看看书。我还有写日记的习惯，但是我感觉眼睛有点花了，看书的时候感觉有点头晕了。而且房间的电视屏幕又大又清晰，于是现在我最喜欢的还是看电视剧。现在我真的很享受这种独居的生活。我觉得在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，选择这种养老方式再好不过了。这里实在是太符合我的需求了。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专门的酒店，专门给我们这种老人养老。
不知道我自己能坚持在酒店住多久，到时有可能新房子有了，都不想回去住呢。在最后，我也想说，像徐大妈一样，晚年喜欢住在酒店的老人，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。听大妈的描述似乎是很不错，但显然并不适合所有老人。首先，正常情况下，人们都是住在自己的家里，除非老人是没有地方住，并且够承担得起酒店的花费。再一个就是要身体健康，如果行动不便，生活不能自理的话，还是要有人照顾的。然后再就是习惯了独居，向往自由自在生活的人，这种生活方式可能就是最适合的。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，社会观念的变化，人们应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几种生活方式。虽然年纪大了，但是应该要有开放乐观的心态，为了晚年的幸福，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寻找，去选择自己喜欢的、适合自己的方式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